只因为我说了句咸豆腐脑就是比甜豆腐脑好吃，就被一道闪电送回60年代，穿越到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身上。不过幸好意外激活无限物资空间，当别人还在为下一顿饭发愁的时候，我就已经靠着空间让家人吃上了肉。我的天，竟然真穿越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说话了。突然一阵恍惚，属于原主的大量记忆涌入二高子脑中。原来这个身体的主人也叫二高子。18岁那年看上了隔壁村的姑娘，即使面对天价彩礼，也表示非她不娶。家里无奈掏空家底给娶了媳妇，尤其是几个姐妹帮衬了很多。本以为小日子会过得红红火火，谁成想刚到开放初期，王雪就跟他离了婚。直到这时二高子才幡然醒悟，可是为时已晚。最后撞了大运，草草了结了他悲惨的一生。二高子呆呆地看着面前的日历，正值1960饥荒年。来都来了，反正也回不去了。这一世我来改变命运，不过没有什么穿越福利吗？没有金手指，好歹给个空间系统啥的。二高子失落地挠了挠头，下一秒二高子整个人就出现在了一片奇幻空间之中，面前就是一片肥沃的黑土地，不远处竟然还有一口水井。说啥来啥，这就是传说中的空间吧？二高子此时只觉得自己就是天命之子，穿到这个年代不光是为了拯救原主，还有一股强烈的使命感笼罩着他。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2人说话的声音。二高子他娘，人家姑娘那边同意了，今天只要这事成了，明年你就能抱大胖小子了。这声音估计就是那媒婆了。只要这事能成，到时候红包少不了你的。我这就叫二高子去王雪家。10分钟后，二高子一行3人就到了王雪家里。看着王家人，二高子心中悄悄打起了小算盘。王雪他娘啊，事情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要是不反对的话，今天咱们就把彩礼过一下，然后让2个孩子到村里开证明，回头上民政局把证领了，你看行不行？这是我们的彩礼50块。王雪的几个哥哥看着50块直接就看红了眼。这个时候的彩礼绝大部分是5块10块，有的地方甚至5斤棒子面就能娶一个媳妇回家。50块钱彩礼在这10里8乡绝对是头一遭。二高子他娘啊，二高子想娶我家王雪，只拿50块钱彩礼钱可不行啊，必须100块，少1分你们就别想让我们王雪嫁到你家。王婆子只觉得一阵晕眩，蒋翠花更是呆愣在原地。要知道现在的100块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别说现在是60年，就是70年80年都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简直就是胡闹，你也不去打听打听，10里8乡的谁家嫁女儿要这么高的彩礼？你究竟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蒋翠花，你少败坏老娘名声！谁要卖女儿了？还不是你养的这儿子一天好吃懒做？这10里8乡谁不知道是的？我要的是100块嘛，那是我家王雪的保障。你闭嘴吧你！100块钱彩礼我家没有，别说没有，就算有，我也不会拿100块当彩礼娶这么个女人。谁爱娶王雪谁娶，反正我是不娶。附近围观的村民早已目瞪口呆，王家竟然敢要100块的彩礼，别说100块，50块钱在场的人都拿不出来。而也就在这时，陈秀英偷偷掐了一把已经傻掉的王雪。二哥，是你误会咱妈了，她不是这个意思，她只是心疼我这个女儿，想为我们将来做打算，她是为了咱们好啊，你清醒一点啊！你给我闭嘴！二高子直接打断王雪的话，如果换做以前的二高子，怕不是早就狗瘾发作，上前祈求原谅了。王雪，我告诉你，不管是真误会也好，还是假误会，咱俩的事情掰了。反正我是不会娶你这样的女人，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蒋翠花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只觉得他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不要啊，为什么说不娶我就不娶我了？我苦命的女儿啊，怎么就遇到这么个陈世美？自己妹妹都被人给欺负了，你们几个还傻站着干什么？二高子，你今天要是不能给我们王家一个说法，我王铁柱就到公社去告你耍流氓。陈寡妇，你们说谁耍流氓？你敢败坏我儿子的名声，老娘我撕烂你这张嘴！眼看大战就要一触即发，二高子大声喝道：都给我住手！今天你们几个要是敢把我碰一下，信不信我让你们几个牢底坐穿？大家都给评评理！我跟王雪总共才见3面，连手都没碰过，我耍什么流氓了？今天本来是在王婆见证下来上门提亲，结果这陈秀英张嘴就要100块钱，还说我们耍流氓，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的确是这么回事。众人闻言，议论声更大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王家几人的脸色煞白一片。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这样。你看我不愿意拿出100块的彩礼钱，于是就生了歹念，就说我对你女儿耍流氓。我就想问问大家，耍流氓是什么罪？那可是要吃花生米的，还有没有天理？你为什么张嘴污蔑他人清白？你上下嘴皮一碰，张嘴就来，你让我以后还怎么见人？我看这陈寡妇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还100块钱的彩礼，真是痴心妄想，50都不少了。必须要把他这破坏我们村名声的东西给撵出去。这时躲在暗处沉默不语的村长终于走了出来。二同志，我是王家村的村长王卫国。王村长，刚才我看你一直在那里坐着，到底怎么回事？相信你很清楚。陈秀英污蔑我耍流氓，你看这是该怎么处理？我不能无缘无故背负一个耍流氓的名声，这让我以后还怎么娶媳妇？如果您不能处理，我就到乡里告发你们村。小伙子冷静啊，千万别冲动，要不你看这样，让王家对你进行赔偿，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不行，绝对不行，我家没钱，1分钱都没有。没等王卫国把话说完，陈秀英头摇的就跟拨浪鼓似的，王卫国瞬间火冒三丈，脸涨得通红。
赔偿就算了，不过我要陈婶子当着大家伙的面就污蔑我耍流氓的事向我道歉，还有我以后不希望听到有什么风言风语，我跟王家的人没有半点关系。理解理解，这都是应该的。陈秀英愣住干嘛？还不赶紧跟二同志道歉？对不起。你的道歉我收到了，同时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和王雪搅和在一起。她王雪不嫁人，我二高子还要娶媳妇呢。都听到了吧？以后要让我知道谁在背后乱嚼舌根，小心我扒了他的皮，全都散了。都赶紧给我去上工。老妈，咱们也走吧。片刻间，院子里就只剩下了老王家的人。你个丧门星，我全家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我没有，你还敢狡辩？要不是你提出加彩礼，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看你就是见不到你几个哥哥好，老娘今天非打死你个丧门星不可。真厉害啊，二哥，几句话就让陈秀英乖乖道歉了。二高子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讲给五妹李幼娣后，五妹一脸的崇拜加震惊，这还是自己那个好吃懒做喜欢吹牛的二哥吗？二高子，你真的就不跟王雪来往了吗？我没开玩笑，真是认真的。昨晚上我梦见咱祖宗了，祖宗在梦里告诉我，他说这个王雪不是良配，要是真娶了这个女人，我以后不但断子绝孙，还会家破人亡，老惨老惨了。你这孩子说的是什么混话？这可不能乱说啊！我真没编瞎话，你们今天不是也看到了吗？他家要100块钱的彩礼钱，这就不是奔着结婚来的。那老祖宗他还跟你说了些什么？其他的老祖宗倒是没多说，只是还教会了我一些本事。你放心，以后咱家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顿顿都能吃上肉。那我要吃大肥肉。对了妈，一会我打算去后山转转。你跑后山去干什么？那里野猪可凶了，还有凶瞎子。我就在外围转转，又不到深山里去，碰不到野猪的。老祖宗教我的本事里面就有打猎，我想去做几个陷阱碰碰运气，说不定还能抓到野兔什么的。同一时刻，王雪家里就没有这么和谐。王雪眼巴巴看着自家老妈以及几个哥哥狼吞虎咽，不停地吞咽着口水。娘，我也饿了。你还好意思喊饿，害得你几个哥哥娶不到媳妇。我看你是存心想让我王家绝后。娘，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只是想让几个哥哥多点钱娶媳妇，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王雪眼泪啪嗒啪嗒掉个不停，无助地看向几个哥哥。大哥，你们快跟娘说说，我真没有这个意思。我觉得娘说的对，你就是不想让我娶媳妇。小雪，不是我说你，一开始我就觉得50块的彩礼钱已经够多了，结果你还想要100块钱，你这不是逼着二高子反悔吗？这就叫人心不足蛇吞象。王雪眼泪大颗大颗的掉落，她只感觉委屈无比，又不是她一个人的错，而是全家人一起商量的结果。现在倒是把所有的错全推到自己身上。你现在就去找二高子，就说同意50块的彩礼钱，他那么喜欢你，一定会答应的，要不然我的手段你懂得。我知道了。另一边的大山深处，二高子靠着空间的能力加持，不仅抓到了3只野鸡，更是找到了10几个超级大南瓜。穿越60年代，当别人还在为挖到野菜可以不用饿肚子而感到高兴的时候，而我却左手1只鸡，右手1个大南瓜，悠哉悠哉的让我的家人吃上了饱饭。只因是我自带空间物资穿越而来，将大部分南瓜放进空间后，二高子一手提着2只野鸡，一手提着黄瓜，心满意足的往山下走去。二哥，五妹，你怎么来了？还不是放心不下，你又没来过山里，娘让我过来看看。二哥，你从哪里找的南瓜？你抱着个南瓜满山晃，被人看见了怎么办？李幼娣一阵慌乱，这年头为了一口吃的，这些人都疯了。他亲眼见过隔壁村里的人为了一把野菜而大打出手。不就一个南瓜吗？你看这是什么？野鸡这么大，你怎么抓的？这真是你抓的？看着二高子手里拿的2只野鸡，李幼娣整个人惊呆了。你不都看见了吗？难道还有假？晚上咱们就把野鸡给炖了，今晚开荤。老五接过南瓜，开心的奔着家里走去。两人刚走到家门口，就看见一道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身影，而这道身影看清二高子手里抓着的野鸡时，更是浑身一颤。老五，你先把野鸡带回去，烧水拔毛，我马上进来。有事吗？你就来找我。王雪看着李幼娣拿着2只野鸡进门，她两眼都在放光。要是能和二高子恢复关系，她岂不是也能尝到肉味？你来这里干什么？二哥，我是来跟你道歉的。那行，我接受你的道歉，你可以回去了。这么敷衍，这跟我想好的剧情完全对不上啊！二高子不应该把我紧紧揽入怀中吗？怎么，你还有事吗？怎么杵着不动了？你是知道我对你的心意的，我已经跟我娘说好了，彩礼就按照之前说好的50元，不会再涨价了。然后呢？我告诉你，想让我用50块娶你，你想都别想，我是不会娶你的。二哥，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娘，我们回来了，快看看我二哥打到什么了。我的天，这么肥的2只野鸡，恐怕加起来都快5斤了吧？你二哥呢？怎么没回来？在门口呢。王雪那个万人揍的找过来了。一听这话，蒋翠花3步并作2步朝着大门跑去。给我住手！我们2家都已经说清楚了，你还纠缠我儿子干什么？你个浪蹄子，想败坏我儿子的名声，你想都别想。蒋婶，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从来没想过要败坏二哥的名声。没有那就最好。既然我们两家已经没有关系了，以后还是少接触，免得被人指指点点。江婶，我是真心喜欢二哥，想做你的儿媳。滚犊子，赶紧给我滚！你再缠着我家老二，小心老娘撕了你这张脸！王雪哭着跑了出去。二高子内心不由得默默竖起大拇指，以前怎么没发现老娘的战斗力会这么强？还好你出来了。以后这蹄子再缠着你，你就告诉我，看我不撕烂他这张脸！你没受伤吧？你儿子什么本事，你还不清楚啊？3、5个人近不了身。老二啊，以后能不上山咱还是别上山了。这万一有个什么好歹，你让娘怎么办？那2个大南瓜哪来的？南瓜是我从山里捡到的，还有2个我没带回来。走走走，先回去再说。进了门，3人望着地上二高子带回来的东西，大眼瞪小眼。这么大的南瓜，咱们家也吃不完，要不拿一个给你爷奶他们送去吧？给爷奶他们我没意见，就是半个会不会太少了？这年头谁家都不宽裕，你有这个心，你爷奶也算没白疼你。再把野鸡给爷爷奶奶他们也拿1只吧，让他们尝尝荤腥。老五，你拿着给你爷爷奶奶送去。老五前脚刚走，紧接着就看见一大一小2道身影。娘，小叔子，四嫂回来了呀！在拿着呢这么大的鸡啊，这南瓜也不小。野鸡是你小叔子在后山上抓的，南瓜也是在那捡的，刚才还送了一些到你们爷奶那去。小叔子会打猎吗？这事可别到处瞎说，那都是老祖宗保佑，教会了咱家二高子本事。今天晚上就把这鸡给炖了，正是大牙长身体的时候。二高子这太金贵了，还是你留着吃吧，待会我给他做点野菜糊糊就行了。那玩意有什么营养？四嫂你看着弄，我就先带着大丫出去了。另一边，二高子的爷爷李有福看着李幼弟一脸疑惑：幼弟你怎么来了？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是不是因为二高子的事？我前几天听你娘说了一嘴，说是给二高子找了一个姑娘。奶，这事已经吹了。怎么回事？对方看不上二高子吗？不应该呀。王雪家里反悔不要50，要100块彩礼钱，二哥不同意，这事就这么吹了。这不胡闹啊，哪有要这么多的？还差多少钱？我们一家拿一点。已经吹了，二哥说了，谁爱娶谁娶，他不会娶王雪。这还差不多，就应该吹了。爷奶别说这些了，我是过来送东西的，你看看我二哥都弄了什么好东西。李幼弟连忙拿出野鸡以及一整个大南瓜，老2口一下子呆住了。这些全是二哥进山弄到的，你们自己留着吃，就别拿过来了。爷奶放心吧，这是专门拿过来孝敬你们的，家里已经留了一半了。二哥特意让我交代，让你们别舍不得吃，把东西放坏了，等下次他进山弄到好东西，还给你们送过来。我弟好大孙，我和你爷这辈子没享受到2个儿子的福，倒是享受到了孙子的福。爷奶，以后你们享福的日子还多着呢。李山根一时百感交集，这一幕他不知道在梦里期待了多久。爷奶，东西放下我就先回去了，娘他们还等着我呢。看着李幼弟离去的背影，李山根倍感甚慰。我这亲孙孙现在出息了，知道心疼人，不像他爹一走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在外面是死是活。别提那扫兴玩意，我看这么多年算是白养活他了。行了，少说2句，你去喊春兰，让他把老二家几个全叫回来，咱们今天也吃一顿好的。跟二高子一家其乐融融的不同，王雪一家正笼罩在一股别样的气氛之中。陈秀英一看到王雪这张脸就气不打一处来。仅仅1上午的时间，王家要100块彩礼钱的事就被传得沸沸扬扬。我问你，你今天去找二高子那个小子，他怎么说？他同没同意50块钱彩礼？他没答应。什么？他敢不答应？他现在肯定在气头上，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想办法让他消气的。算了吧，不同意就算了，还是让你嫁到山里给老官夫当老婆比较好。我明天就找人去说亲。娘，你不能这样，我不嫁，我死也不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事可由不得你。你把我嫁那么远，这辈子就见不到你们了。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办法说服二高子让他娶我。只要我能嫁给二高子，我发誓一定会帮衬几个哥哥娶到媳妇。他们家有钱，我今天还看见二高子手里拿着2只野鸡。这该死的二高子，抓到野鸡也不知道把野鸡送来孝敬老娘，活该他娶不上媳妇。我再给你1个星期的时间，要是哄不好，你就给我认命。大伙快来看看，咱们李家村的大懒蛋二高子拿了一条麻绳就想来钓鱼，快来看笑话。我说你是不是闲的？要是我今天用麻绳钓上鱼，你又怎么说？你要是能在这水坑里钓出鱼来，我李铁门就光着围村子跑3圈。二高子没再搭理李铁门，直接将自己做的简易鱼竿甩到了水里。你这不可能钓上来的，一根木头棍子就想钓鱼吗？别做梦了。闭嘴吧你！能不能钓到鱼不是你说了算的。紧接着，二高子不动声色地利用空间能力，瞬间钓上来一个巨物。真钓上来了，你这运气真好，这都能钓上鱼，这么大一条，少说也有1、2斤了吧？李铁门语气酸酸的，嫉妒的眼神都快要溢出来了。你不是说我钓不到鱼吗？现在又怎么说？
是不是该脱了裤衩裸奔了？李铁门压根就没想过，二高子就凭一个木头杆子真就能把鱼吊起来，一张脸仿佛都被抽肿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二哥，你真是太厉害了！别愣着了，猫蛋，赶紧挖个水坑把鱼放进去，别让鱼死了。在李铁门震惊的眼神中，二高子又是接连钓上2条大鱼。不知不觉，看二高子钓鱼的人越来越多，有好些都是李家村的村民。二高子还有这一手，我看以后肯定吃喝不愁。我二哥本事大着呢，肯定以后不愁吃喝。他昨天还在山里抓到了野鸡。我操！狗蛋，你说真的？你二哥他会打猎吗？别听狗蛋胡咧咧，我就是运气好点。狗蛋一句话让瞬间众多村民坐不住了。虽说李家村90%都沾亲带故，可不少人看向二高子的眼神还是泛红了。毕竟野鸡跟鱼就不一样了，那可是实实在在的肉。旁边一直不说话的村长李大强还是发话了：都眼红啥？有本事自己上山抓去。老二啊，这山来的东西也算是集体的，快帮忙！好大的一条鱼，我都不住了。村长此时也顾不上问话，直接一个猛子跳了进去。不一会，一个超级巨物就被村长抱了上来。活了这么多年了，头一次见这么大的鱼，这怎么说也得30斤了吧？二高子这回是真发了，这么大一条要吃到什么时候？强子叔，这条鱼是大伙一块抓的，中午就留在村里炖了，你看怎么样？二高子，这么大一条鱼你真给村里吗？你要留住全家能吃上好几天，就算吃不完用盐腌了，也能放住过年继续吃。剩下的3条小鱼我带回去吃就行了，要是没有你的帮忙，这条鱼肯定就跑了，拿回去中午炖了，让大家一块尝尝鲜。既然二高子都这样说了，那咱们今天就占一次二高子的便宜，中午就放村部把鱼给炖了，人人有份。狗蛋，咱们也该回去了，收拾回家。二哥，咱不钓了吗？不钓了，回家咱们吃鱼开荤。其实除了明面上的3条鱼外，二高子空间里面还有几十条鱼，足够一大家子吃上一阵了。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你们快出来看啊！快看我二哥钓上来的大鱼！我的天，这么大的3条鱼，厉害吧？都是二哥钓上来的，不过我也有帮忙。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又是野鸡，又是南瓜，今天还钓了鱼。二高子是什么样的人？在2个老人心目中，二高子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混小子。可是短短几天，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高子，你跟爷爷说实话，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钓鱼？于是二高子把忽悠蒋翠花的那一套说辞又说了出来。好家伙，我说你咋跟变了个人似的？原来是祖宗保佑。不过这事不能声张，你们几个也千万别在外面到处乱说，听见没有？爷爷，咱们都是自家人，我也就是在这里说说，在外面我是不会乱讲的。李山根越看着孙子越是满意。当他听到二高子将一条接近30斤重的草鱼送给村里的时候，彻底坐不住了。走，大孙子，赶紧跟爷爷上一趟村部。2人快走到村部的时候，就看见院子中间架了2口大铁锅，周围大姑子小媳妇围了不少人。哎呀，山根叔来了，快来！李山根2手背在后面，只是点头示意了一下。越来越多的人朝李山根打招呼，其中就有李大强这位李家村的村长。山根叔，你这大孙子可不得了，这钓鱼的本事，我看这10里8乡某人能比得上。这臭小子就是有点运气而已。瞧你这话说的，今天中午大伙能喝上口鱼汤，可都是沾了二高子的光。这不过节不过年的能吃上肉，大家都得谢谢二高子。既然沾了我这大孙子的光，就该念着我家二高子的好，你说是不是？可我怎么听说我孙子在山里抓了2只野鸡，就有人眼红呢？李大强尴尬一笑，我还以为你家狗蛋在开玩笑了。不过我也当着大家伙的面说了，谁要是眼红，自个儿抓去。山根叔，这是咱们村里说就行了，要被公社的人知道，非得把那2只鸡没收不可。他敢？这不是胡扯吗？他们想要自己抓去啊！山根叔，这都是上边规定的，我说了也不算。爷爷，强子叔说的没错，这些都是属于集体的财产。还是咱大侄子觉悟高。李山根还是有些不服，就连李大强让他留下来吃饭都被拒绝了。大孙子，咱们回去吃。怎么了这是？怎么出去一趟还拉耸个脸？谁惹你了？谁敢惹我？看我不敲断他的腿！带孙子，你爷爷这是怎么了？我说爷爷咱不气，我都没生气，你有什么好气的？大鱼给他们就给了，以后我出息了，咱们天天吃大肥肉，天天吃上一嘴油。当天晚上，二高子在爷爷家吃的比过年还要好，二叔李胜军也跑回来了。你不在村里吃，跑回来干什么？我这不是听说大侄子也在，就回来看看。二高子真有你的，我刚都听村里的人说了，你可真是厉害。对于这个没脸没皮的儿子，李老汉也是没得脾气。昨天让你占了一回我大孙子便宜，你还不知足？都是一家人，什么便宜不便宜的？赶紧刀菜。对了，爷爷，你知道在哪里能弄到种粮吗？你要那玩意干嘛？种粮归生产队管，你只能找你强子叔。我之前好吃懒做，没去地里干过活，也没见过种粮长什么样，这不想着自己也是个农村人，连粮食都不认识，岂不是太丢人了？这还不简单，你跟我去地里干活，我来教你，从翻地开始。
不用了，二叔，我只是想看眼长什么样，不是真的想种地。这才对嘛！我就说你小子总不能一下变得那么勤快。过几天必须弄几颗种子种到空间，以后就再也不用愁吃的了，还能接济村里其他人。当别人还在3天饿9顿的时候，这个男人家里竟然堆满了粮食和肉。只因男人自带空间物资穿越60年代，不仅不愁吃喝，就连空间里都种满了蔬菜。二哥，你又要上山啊？我去看看前天挖的陷阱有没有收获，要是运气好，咱们晚上就有口福了，还能接着开荤。别逞强，千万别近深山。二高子应了一声，大步朝着山里走去。二高子这次轻车熟路，只花了1个来小时就找到了上次挖陷阱的地方。远远就听见陷阱里面传来哼哧哼哧的声音。好家伙，真抓到野生二师兄了！二高子拿出木棍，通过媒介瞬间将二师兄放进了空间。进入到灵泉空间的野猪变得一动不动，仿佛被定身了一样。这么大一个，又能吃上一阵了。从空间里出来，二高子心情大好，将陷阱恢复后，紧接着在附近又挖了3个陷阱。这野生二师兄是群居动物，发现1头，就说明附近还有5、6、7、8头。话音刚落，一群浩浩荡荡的野生二师兄出现在了二高子面前。想什么来什么，但也没必要一下子来这么多啊！这群野猪体格最大的，少说也在300斤以上。突然，野猪发起冲锋，说时迟那时快，二高子一个鹞子翻身，直接翻上了树。大部分野猪直接撞到了树上。二高子通过大树当媒介，将野猪群传送到了空间之中。2个小时后，二高子拽着一只野生二师兄下了山。这次的收获颇丰，野鸡、野兔若干只，还有30颗野鸡蛋。光野猪就收获了8头，其中最大的那头估计在300斤以上。发了，彻底发了！这次不仅能解决温饱，还能去县城交换物资。二高子，你在哪弄的这么大的野猪啊？刚在山里抓的，你别愣着了，南哥，赶紧快回去喊人，把我爷爷还有强子叔他们都叫过来帮忙。这么大一头，二高子你干啥了？没受伤吧？我没事，你快回去喊人，我实在拖不动了。南哥撒丫子狂奔，不一会乌泱泱的来了一群人。你小子真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这万一出点事，可咋整啊？大孙你没事吧？来让爷爷看看。我没事，真的没事。还说没事？这么大的野猪，要是被顶一下，腰子都能给你撞飞。好家伙，二高子，这么大的野猪，你小子是怎么抓到的？去年村里组织那么多人都没抓到。我哪能真的去抓？还不是提前挖好了陷阱。这野猪呆呆傻傻的自己往里跳。今天本打算上山看看陷阱有没有收获，没想到还真有头野猪掉陷阱里面。众人一听也认可了二高子的说法。山根叔，你这大孙子可不得了！昨天抓到一条大鱼，今天又抓到野猪，咱们村里的年轻人没一个有你家二高子这样的本事。你也甭夸他，再夸这小子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要是哪天捅个篓子，我可真不知道该咋办。话是这么说，李山根脸上洋洋得意的表情却是出卖了他。有这样的大孙子，谁脸上还没有光呢？二高子，你看这猪咋整啊？这话一出，众人的目光全都落到二高子的身上，眼神之中全是对猪肉的渴望。二高子也知道重点来了。大家放心，我要是想独吞这头野猪的话，肯定不会通知大家。这头野猪我只要1/10，剩下的交给村部，让强子叔来给大家进行分配。小南，快捉几个年轻力气大点的，把野猪抬到村部。全场一片欢呼，几个力气大点的壮汉抬着野猪一路朝村部走去。二高子啊，我代全村老少谢谢你，这2天又是吃鱼又是吃肉的，这可全是你的功劳。强子叔，我听说你管着种粮，能不能让我看看种粮是啥样子？最好每样能给我几颗，就几颗就行。你要这玩意干什么？种粮是有定量的，要是少了，还怎么种粮食？二高子倒是没什么不好意思，把对李山根的那套说辞又原封不动的说了一遍。就这么简单吗？不会有别的目的吧？强子叔，我没必要骗你，要是你还不放心的话，每样种粮给我几颗就行。我就是想认识一下，以后真正种田的时候，免得被人笑话。那种这件事我就答应了，这回咱们先回去分肉，等忙完了我给你送过去。这怎么好意思呢？还是我自己去拿吧。随便你吧，我就先去张屠夫那里，一会村不见。大孙子啊，爷爷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是你把猪肉全分了，你娘那边你怎么说啊？爷爷别担心，我这也算是为村子出一份力，我相信我娘会理解我的。村部里围满了人，个个脸上洋溢着笑容，仿佛过年了一样。而二高子家却是另一副场景。不就是分点肉吗？娘你怎么还哭了？二高子回来的时候，蒋翠花他们已经得到了消息，差点没气得背过气去。我怎么不至于？野猪是你拼了命抓回来的，他们什么贡献都没有，凭什么分我们家的肉？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山里的东西全是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不属于咱们个人。我今天要是不给大伙分肉，他们会怎么看我们？我管他们怎么看我们，我们家又没吃别人家一粒大米。娘也知道你有本事，就这么把野猪送出去，娘心里堵得慌。老妈，二哥这样做一定有他的想法。屁的想法，饭都吃不饱，想那么多做什么？那野猪多危险啊！大道理我就不讲了，这么做我有自己的意图，我就只问你一句，你信不信我？此话一出，几人的目光全都落在二高子的身上。我们家每天吃肉，
其他人会把我们当成什么？又怎么解释东西的来源？山里的东西属于国家，属于集体。要是别人把我告了，你儿子这行为就属于偷盗集体资产，是会登缝纫机的。这么严重吗？那可不，所以打到的野猪我分给大家，别人也就说不了我们家什么，大家也会念着我们家的好。你们说是不是这么个理？老二啊，娘不知道这些，你做的对，娘不再闹了，娘什么都听你的。这就对了，大家都知道我会打猎，还打了野猪。咱家里就算每天吃肉，别人也只会以为分下来的吃得慢。而且你怎么知道我就打了1头野猪，而不是3、4、5、6头？二哥，你的意思是？这是咱们自家人知道就好，就别往外面说了。我还打算过些天给大姐他们送些过去。二高子在家吗？南哥来了呀。走吧，咱们去村部，野猪已经杀好了，净重218斤。现在大家伙全都等着你，你是最大的功臣，你人没到，我们可不敢分。我马上过去，你们去不去？不去。蒋翠花已经没了脾气，可她不想去，她怕去了心口子疼。可是她万万没想到，二高子接下来干的事情更是气得她肝疼。村子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小伙子独自捕猎了1头野猪，竟然主动分给了村民，不仅把肉分给了大家，自己还只拿了狗都不要的猪下水跟猪排骨。二高子，你就真要点排骨跟猪下水吗？你再拿点五花肉吧，毕竟这2师兄是你打来的，你这样太吃亏了。那排骨全是骨头，有什么好吃的？一点油水没有。你懂啥？红烧排骨、糖醋排骨多香啊！光是排骨，二高子就想到一大堆有关排骨的美食。奈何这个时代的人真心不喜欢这些，只对大肥肉感兴趣。没事的，强子叔，我就喜欢吃排骨跟猪大肠，给我猪下水跟排骨就行。李大强干脆把整副猪下水以及排骨全给了二高子，满满一麻袋，足足有60多斤。这也太多了吧，强子叔。不多，全装上。要是拿不了，我让人帮你带回去。二高子还真怕李大强犯了重怒，可看其他人的表情，还是一副占了便宜的样子。包裹在邮局，是军区那边寄过来的，记得过去取。二高子提着一麻袋下水回来的时候，正好看到快递员通知去取快递。是谁来的信？你大姐给家里寄了点东西，你有时间了就去邮局取一下。江生，我看你家大女儿不错啊，每隔几个月都会寄来1次包裹。说话的邮递员叫江峰，脚下踩着一辆永久牌的28大杠，是人人羡慕的8大员之一。不过此时的他看着二高子那渗血的麻袋，眼睛都直了。二高子也看出了他的心思。娘，你先进屋，我和江哥说2句话。蒋翠花狐疑的看了眼二高子，接着转身进了院子。江哥是有什么话要说？正好我娘进去了，有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就行了。实不相瞒，我想问一下，你这袋子里装的是肉吗？这一袋子都是肉，江哥是馋肉了吧？二高子啊，实不相瞒，哥哥我已经很久没吃肉了，馋的不行，你看能不能跟你买点？江哥，我也不坑你，虽然野猪是我打到的，但里面只是一些下水和排骨，所以看起来才会这么多。江峰看见麻袋里的东西有些失望，但一下子就被二高子的话给吸引住了。老二，你会打猎，可以啊，你小子。这样吧，正好明天我要去邮局取包裹，到时候我给江哥顺道带2条鱼过去。二哥，你怎么在外面那么久？和那个江邮递员有什么好说的？这不是想给你找个婆家吗？旁边的蒋翠花看到二高子带来的是一堆猪下水，顿时感觉眼前一黑，哭的心都有了。本以为里面是肥肥的五花肉，结果打开竟然是狗都不吃的猪下水跟猪排骨。这是人能吃的吗？你还拿来这么多？娘怎么了？你自己看你二哥都拿的什么？多大点事？排骨和下水怎么就不能吃呢？这不是还有5、6斤的柏油吗？老嫂子，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了？前来送种子的李大强一进来就看见蒋翠花在抹眼泪。别叫我老嫂子，李大强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老嫂子，你慢慢说，你先别激动。要是我李大强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尽管批评，可别气坏了身子。那我问你，山上的野猪是不是我家二高子打到的？要不是他打到这头野猪，村里到过年都不一定能吃上肉。那你们凭什么给我加分的肉，全是没人要的下水？李大强彻底傻眼了，求助似的看向二高子。不关强子叔的事，这些下水是我要的。对呀，是二高子自己要的，我拦都拦不住。造孽啊，你是不是傻？这玩意都没人吃，你要来干嘛？别生气，这个待会再跟你解释。强子叔还找我有事呢。二高子拽着李大强的胳膊朝外面走。二高子，好好跟你娘说，千万别让你娘生气，这是你要的重量，我给你找来了。要是谋啥事，我就先走了。强子叔再坐一会吧，急啥呢？不中，家里婆娘还等着我吃饭呢。而另一边的王雪他哥王铁柱得知二高子把打来的野猪肉全部分给了村里，简直天都要塌了。什么？你说二高子村的人每人都分到了半斤肉？那可不，野猪还是二高子一个人从山上抓下来的。要是你们王雪不那么黑心，这回早就开始享福了。照我说，有些人那就没那个命。你说什么？你说谁没那个命？王雪的哥哥王铁柱没脸再待下去，丢下这话，怒气冲冲回到家里。娘，你知道吗？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到处都在传说二高子在山上打到了野猪，给李家村的人每人分了半斤肉，全村的人每人半斤肉，你知道有多少吗？200多斤啊！陈秀英惊呆了，就连王雪听到这话也愣在了原地。
200多斤肉也不知道给我们家送一些过来，他二高子想干什么？王雪，你是个死人呐！没听见你二哥说二高子打到了一头野猪，你现在就去他家，让他给你拌扇猪肉。我怎么好这个时候去他家？他现在还气着呢，根本就不想理我。那我不管，总之你今天要不来肉，饭你也别吃。另一边，二高子看着袋子里的种子，直接震惊了，足足有10几种。下一秒，二高子进入了空间，他将手里的种子种了下去，紧接着就是浇水，直到感到精神力快要枯竭的时候，才退出空间，躺在床上沉沉的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蒋翠花就塞给了二高子2元钱以及1张1斤的粮票。一回到镇上了，自己再买几个包子吃，拿完包裹就回来，别在路上耽搁。1个小时后，二高子提着2条鱼来到了邮局门口。老二，你来了，先跟我走。这是我住的地方，你就这么带着2条鱼上街也太扎眼了。要是被别人看见，哪还有我的份？没你说的这么夸张吧？大白天还敢打劫我不成？打劫肯定不至于，但其他人用东西跟你换呢，那我不就亏大了？这2条鱼4斤6两我都要了，外面的价格是2斤以上4毛5一斤，2斤以下的3毛5一斤。你这2条鱼都在2斤以上，我按照每斤8毛，你看行吗？江哥，这太多了，你意思一下就行了。真不多，说起来还是我占了你便宜，而且你这2条鱼是活的，拿到黑市上卖1元1斤都有人要。真的假的？这么贵？肉还好一点，不吃也饿不死人，主要还是粮食，听说价格都翻了快10倍。不说这些了，这是买鱼的钱，3块7，你给3块就行了。那怎么行？你能卖肉给我就已经帮我大忙了，我还想着你以后还能给我带点。那行钱我就收下了。老二，你现在是回邮局拿包裹，还是准备在镇上逛逛？我想买点糖果回去，可惜没有糖果票，准备到黑市去看看有没有票据出售。镇上可没有，黑市县城才有。要不你上邮局坐着等我，我去找我那几个朋友那边看看他们手里有没有糖果票。不用了，江哥，我就是听你刚才提到黑市，我突然来了点兴趣。黑市是不是管得很严？不会有人专门盯着抓吧？不会的，基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去的时候机灵一点就是了。问清楚了地址，二高子也没多做停留，奔着县城而去。能否靠着空间发家致富，就看这次了。3个南瓜就能换1块手表，而50个南瓜就能换来1辆自行车。而这样的南瓜，在我的空间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初次来到黑市的二高子，感觉一切都很新奇。黑市只是听起来好像很神秘，实际上就是一个简陋一点的交易市场。这里除了卖东西的，还有求购的摊位，几乎清一色都是求购粮食，什么冬瓜、南瓜、西瓜，只要是能吃的，人家都要。二高子最终在一个卖票据的摊位前停了下来。都有什么票？你就说你要什么票吧，我这什么票都有。电视机、自行车票有没有？小子，你逗我玩呢？你不说你什么票都有吗？电视机票550元，先交50元定金，过7天后你带钱过来取。别，我开玩笑呢，哥。肉票有吗？多少钱1斤？我真心要。1元1斤，你要多少？你打击暴富啊！1斤猪肉才卖7毛5一斤，你肉票要1块1斤，金子做的呀。不买拉倒，你也不看看现在是啥年月，一个人每月才2两肉，1斤就要攒小半年。我看你虎头虎脑栽栽愣愣的，是第一次来这里吧？你看人挺准啊，确实是第一次来。那你还是买点别的，肉票你就别碰了。看你这样，估计你也没啥门路。就算买了肉票，买不到肉就跟废纸一样。有票还买不到肉吗？你要是有门路弄到肉，就不会在乎1元1斤肉票了。而且现在肉联厂不放肉，供销社每天只有半扇猪，早被有关系的人预定光了，哪还轮得到你这个毛头小子？那粮食呢？搞了半天你啥也不懂也敢跑这来。就拿大米白面来说，邮票外面0.138元一斤，这里最少卖到2.7元一斤，像什么棒子面这里要1.6元一斤。你再看看那些摊位，哪个不是求购粮食的？我空间里可是有1万多斤南瓜，棒子面都要1.6元一斤，南瓜每斤卖个5毛钱不过分吧？保守估计1万多斤最少也有5、6千元，60年代的5、6千元，可是能在4、9城买下一个2斤的4合院，到后市最少也价值过亿。大哥，你这有烟票吗？甲级烟票2毛一张，乙级烟票1毛一张。有什么说法吗？高档烟，像什么大小中华就要甲级烟票，2毛到5毛之间的大前门、哈德门、杜丹、群英，这些要乙级烟票。没累嘴的大生产就不用。你手里的这些烟票我全要了，算下多少钱？可以啊，小兄弟，不是哥跟你吹，以后需要啥票就尽管来找我。甲级烟票11张，乙级烟票14张，总共3.6元。酒票你有吗？甲级酒票1元1张，可以买到茅台、像西凤、五粮液、杜康、莲花白这些，用乙级酒票就行了，5毛钱一张。还有就是散酒1毛钱一张，你要哪种？甲乙级酒票，你这有多少我全要了。甲级酒票7张，乙级酒票11张，加上前面的3.6元，总共16.1元，你给16元整就行了。没拿钱，我用南瓜跟你换行不行？你说用什么换？大个南瓜，每个都有20-30斤，你看看这都是。这位小兄弟望着看，我拿自行车跟你换南瓜。闭嘴，他是找我做的生意。王麻子恶狠狠瞪了一眼隔壁卖手表的大爷，接着一把拽住二高子的胳膊，两人走到拐角。哥，我叫你哥，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还请你原谅。
你就说能不能换？当然可以，完全没问题啊！现在粮食多金贵啊，什么自行车、手表在这面前都不值一提。我的南瓜每个都有20-30斤，刚才你也看见了，就按照25斤算，每斤算5毛钱。这里有2个南瓜，还剩下的怎么弄？盐酒票这次只有这么多，你看我用其他票不成吗？糖票什么的成吗？那我要副食品票，像什么肥皂票也给我来一点。一顿搜刮之后，二高子从王麻子那里换了不少票，细盐、糖果、点心、肥皂，还有几张布票。小兄弟，南瓜还有吗？我用钱跟你换也行。没了，我总共就带了这么多。那行吧，我每天都在这。小兄弟需要什么票，随时可以来找我。想卖南瓜也可以找我，要是我没在，你跟看门的说找王麻子就成。过几天我来找你，帮我留一张自行车票。又是一阵寒暄，这场交易才算结束，两人都很满意。到我了，小伙子。卖自行车的老大爷站在不远处，看到两人交易结束，立刻就跑过来。小兄弟，我用手表换南瓜成吗？实在不行，自行车也行。来晚了，已经没有了。不过手表你打算卖多少？我不要钱，我就要粮食。棒子面的话最少24斤，或者你刚才那样的南瓜给我3个也行。24斤棒子面，1.6元一斤，38.4元。3个南瓜就按照75斤计算，5毛一斤，算下来37.5元，价钱倒是差不多。这手表差不多是8成新。行，我同意了。不过我剩下的南瓜放在外边林子里了，你需要跟我出去一下。到时候你看见南瓜之后，你再给我手表。这边二高子与老大爷刚走出没多远，王麻子便带着南瓜找到黑市的老大，一个叫刚哥的人，并将二高子的情况娓娓道来。你确定他只有5个南瓜？我试探了一下，他确实拿不出来更多的了，但他说过几天会来找我。这几天多加注意，要是他手里还有南瓜，你再通知我。二高子和卖表大爷的交易很顺利，两人都以为自己赚了，大爷以为自己赚了。3个南瓜最少有75斤，可比24斤棒子面实在。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经放。二高子也认为自己赚了，在他看来，南瓜还不是想有多少就有多少。小伙子，以后想卖南瓜记得找我。不一会，二高子来到了供销社，八角、豆蔻、小茴香之类的大料买了很多，这也是二高子制作卤味的原料。糖果怎么卖？大白兔2.5元一斤，还有票。现在最好的软糖就是大白兔，海上那边生产的，据说每7颗大白兔相当于1杯牛奶。二高子又要了半斤冰糖、2块肥皂、1包细盐和1瓶汾酒，洋洋洒洒花了7块巨款，最后提着小包奔着镇上走去。你小子，我还以为你一会就回来了，没想到让我等了这么久。这个就是你姐的包裹。不好意思，江哥，在县城多逛了会，来刚买的大白兔趁热吃。听说这玩意不便宜，你小子挺舍得花钱啊。老二啊，哥哥我的事别忘了。放心，我都记着呢。咱们回见。回到家后，蒋翠花看着竹筐里满满的好东西，神情变得古怪起来。二高子，你跟娘说下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了你2元钱，1斤粮票，你买的又是糖又是酒，钱哪来的？票又是哪来的？换的呀，外面收购占2斤以上的鱼，每斤收购价4毛5，2斤以下3毛5。这么贵？一想到昨天还有前天喝的鱼汤，蒋翠花忽然有种便秘的感觉。要是不吃鱼的话，怎么说也能换2元钱，结果就这么没了。你以后钓的鱼都拿去换钱，咱家以后不吃鱼了。这哪里是吃鱼，简直是吃金子。这鱼咱们接着吃，钱不就是用来花的吗？我之前告诉过你，咱家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大姐的包裹我也拿来了，咱们拆开看看吧。白给别人都不要的猪下水，被我做成卤味，反手就馋哭全村人。我的天，这么香，这香味还是从你家传来的。老五啊，你家在做啥吃的？我哥可能是在家煮猪下水。煮猪下水能有这味道？这大肥肉也没有这么香的啊。二高子啊，你做的是啥？这也太香了吧。就是猪下水，味道还行吧。刚好大姐寄来的包裹里有白糖，顺手就用上了，这下更香了。这也是老祖宗教你的吗？祖宗教我的本事还多着呢，你以后就会看见。家里现在有我，你就等着享福吧。好好好，老娘以后享你的福。不过现在院子外面全都是人，你看这可咋整？啥玩意？真的假的？当二高子看到院子里的人，瞬间就傻眼了。总不至于把卤好的肉分给众人，他上次已经给全村分了野猪肉，这次压根就不在二高子的考虑范围。二高子啊，你做的啥好吃的？这香味也太霸道了吧！就是把之前的猪下水给煮了。真的假的？猪下水能是这味道吗？这香味整个村子都能闻到了。你看这不就是吗？刚出锅的卤味，猪心、猪肚、猪大肠。行了行了，大家都散了吧。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家出什么事了。二哥，这真是猪下水煮出来的，也太好吃了吧！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猪下水也这么好吃，比大肥肉还要好吃。二高子啊，能吃上一次你做的饭，娘就满足了，下次就别做了。你做下水用的那1大勺猪油都够我用1个月了。这才多少啊？下次我少放点就是了。我这么好的厨艺不做饭白瞎了。晚饭后，二高子将提前分好的卤味递给了五妹。老五，你跑一趟，这份给强子叔家送去，就说让他下酒。对了，别让其他人给瞧见了。照你哥的话去做，记得快去快回。人情往来方面，
二高子还是看得很重。别的不说，往后出远门找村长开个证明啥的，还不是手拿把掐。老妈，我去给爷奶他们送点卤味，也让爷奶他们尝尝味道。李山跟他们同样坐在八仙桌上吃晚餐，只是和二高子那边的豪华晚餐相比，只有野菜糊糊，连窝头都没有。相比前2天又是鱼又是鸡，的确是一朝回到了解放前。爹，你说二高子那小子啥时候过来啊？今天他做的那个卤味也太香了，全村人估计都闻到了。有你这么当长辈的吗？还惦记小辈的一点吃的？要是不乐意吃了，就滚回你屋去。爹娘，我不是那个意思。二高子那天不是说来找你喝酒吗？我也是馋酒了。你什么样我还不清楚，整天就会说没用的。爷奶，我来了。人还未到，声音以及卤味的香味便传了进来。众人看到二高子进屋，眼睛都亮了。奶奶的金孙，吃过饭了没有？快来快来！吃过了，奶奶你就别忙活了，我专门带了点卤味过来，让你和爷爷尝尝鲜，顺便再陪爷爷好好喝一杯。二高子咋买这么贵的酒？还是汾酒？这酒是我专门买来孝敬爷爷你的，味道没得说。好好好，爷爷老都老了，还能享受到孙子的好酒。我说你看也看了，你还不赶紧回去，在这杵着干嘛？要不我也陪着喝一杯，就1小杯。酒拿过来就是喝的，我还带了一些下酒菜过来，一块喝就是了。看着色泽红润、带着卤香的猪下水，众人只觉得口水都快要流出来。带孙子是你煮的吗？昨天认识了一个国营饭店做厨师的朋友，就是他告诉我怎么处理猪下水，没想到弄出来还挺好吃，这味道嘎嘎的。国营饭店的大厨，难怪光闻这味就让人忍不住吞口水。二高子，你运气也太好了，国营饭店厨子手艺可是1等1，难怪连猪下水都能做成美味。酒足饭饱，众人喝了个东倒西歪。奶奶，我也该回去了，改天再过来看你们。好好好，一定要常来看看爷奶，不用拿啥东西，你人到就行。知道了，奶奶，我就先回去了。回到家的二高子直接进入了空间打理小麦，为了第2次进入黑市做好准备。经过空间的加持，种植的小麦水稻纷纷得到了丰收。只是用来吃的话，全家人1年都吃不完。下一次从黑市回来，起码是个100元户了。第2天一大早，二高子就奔赴深山，来到了之前挖陷阱的地方，打扫完几个陷阱的猎物。此时空间里野鸡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只，还有7头没来得及杀的野猪，以及几10条鱼。二高子没有停留，奔着镇上走去。这顿鱼肉吃完，又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肉，我说马虎，下一顿就轮到你了，你可得弄只鸡给大家尝尝。好你个张国伟，刚才的鱼就属你吃的最多，你还惦记上我的鸡，我从哪里去弄鸡？我都快半个月没尝到肉味，鱼肉虽小，但也是肉。不过话说回来，江峰你是从哪里搞到的鱼？我一个小兄弟弄到的。那你帮我问问还有没有鱼？过几天我老丈人生日，正不知道该送点什么，要是拿几条鱼过去，多少也算是一道菜，还有面子。回头等他送野味的时候，我顺便问一下他。还有野味这么重要的事，你小子竟然现在才说？江哥你在不在家？说曹操到，我那小兄弟来了。老二，你怎么找过来了？这不是过来给你送野味，你没在邮局，我听他们说你在家里，于是就过来看看。这几位是？你来的正好，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马虎，这是张国伟，都是我朋友，他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二高子。老二，我听说你能弄到野味，真的吗？我确实懂点捕猎的技术。那太好了，我能跟你买点吗？只要是肉就行，野鸡、野兔、野猪什么的。那你准备要多少？3、400斤，你看成吗？怎么样？有没有这么多？马虎，你小子要这么多肉干什么？你吃得完吗？我不是自己买，别误会，我是帮我老丈人。之前没跟你们说过，其实我老丈人在研究所，负责所里的后勤工作，现在供应吃紧，很多人1、2个月都见不到一点荤腥，我就想着能不能帮上一点忙。数量上倒是没啥，你也知道野味虽然是山里的，但属于集体，我拿野味卖给公家，不就成了倒买倒卖了吗？这不算倒买倒卖，现在每个镇上都有收购点，我老丈人所里也有下乡自主采购的权限，这顶多属于计划外物资。如果你实在不放心，我到时候给你开一个采购证明。二高子心里直接乐开了花，有采购证明的话，根本不怕查。那你把地址先给我，等村上打到野味了，我就送过去，你看怎么样？那就太感谢了。马虎连忙把地址说了出来，二高子接着就把野鸡拿了出来。老二，你这鸡一共6斤4两，现在行情2元1斤，我们就按照2元1斤算，6.4斤，一共是12.8元。那我就先走了，有啥事让江哥给我带话也成。二高子再次来到县城黑市，轻车熟路的找到了王麻子。大兄弟你来了，这次带了多少南瓜？你带多少我全都要了。这次我带的可不是南瓜，带的可是猪肉。